今天是我们原转会第4次委员会议，也是原转会运作正式满1年的日子。那么过去这1年来，透过各位委员的参与，我们已经验证了政府跟原住民族各族代表一起坐下来，面对历史、寻求共识的机制，基本上是可以运作的。那么转型正义非得坐下来谈不可，只有单方面的意见的转型正义，很难走向真正的和解。我们的原转会就是一个坐下来进行对话跟协商的机制。那么截至目前为止，原转会讨论了原住民族自治、传统领域以及平埔族群身份的重大的议题。我们也通过的土地、文化、语言、历史、和解等5个小组的工作大纲，并且我们也组成了团队，按部就班地展开厘清历史真相的重要工作。那么更重要的是，秉持着族群主流化的思维，文化部跟教育部陆续加入原转会的幕僚工作，让原民会的同仁不再需要单打独斗。过去和族人间存在着冲突或者是不愉快经验的机关，比如说林务局，也终于开始能和原住民族好好对话，建立新的伙伴关系。那么面对历史遗留的伤痕或者是错误，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也不见得总是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不过我相信我们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原转会的每一次的讨论都朝着台湾社会的真相跟和解跨出关键的步伐。那么在这些讨论的过程中，林务局面对原住民族狩猎、采集跟自然资源共同管理的议题的时候，所展现出来的细心跟诚意，尤其让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么今天的会议里面呢，我们将延续同样的基调，邀请到台糖公司黄玉珍董事长来就常常参与原转会工作的情况进行报告。那么从原转会成立以来，一直有国人不相信已经民营化的台糖公司会愿意配合清查土地资料，或者和原住民族正面对话。但是今天我们请到了台糖的董事长来参与我们。那么原住民族的土地议题中有3块关键的拼图，那么在追溯历史真相的时候是不可以缺少的，那就是林务局、台糖公司以及退辅会的土地的取得的过程。今天我们将会继林务局之后拼上第2块拼图，往后的报告我也还会邀请退辅会前来提出报告。今天我们也要一起检视原转会年度报告的初稿，让更多的政府同仁以及大众可以透过报告了解原转会的工作的进度。另外，就在这个月，立法院3读通过的促进转型正义条例，为威权统治时期的转型正义工作确立了制度上的基础。那我知道有些族人担心，政府的转型正义工作会不会忽视甚至于排除了原住民。那么在这里我必须要郑重地指出，促转条例并没有排除原住民。根据促转条例的规定，凡是在1945年到1995年这段威权统治时期曾经遭受到人权侵害的族人，都可以在促转会正式成立后依法申请调查。像在座的邹族的吴兴光委员，在上次的会议里面就提到，希望厘清已故的杜孝生医师在1950年代遭受到政府迫害的事实的真相。那么未来促转会将有职责审慎处理类似的案例，厘清真相，归还公道。那么当然，原住民族在不同的政权统治下，都还承受了过不同性质的痛苦跟差别待遇，这些都是原转会致力于面对，同时也希望带动整个国家社会逐步来解决的课题。
那么改变社会观念，或许需要一些时间，但至少我可以保证，原转会不会回避困难，更不会预设哪些转型正义的议题不能够被讨论。所以在今天的讨论的过程中，我们安排了原住民族转型正义法案的提案。我希望能够听听各位委员对原转会运作状况的真实的想法，能做得更好的地方，我们当然要努力来试试看。那么我也知道，近期许多委员还有基层的族人相当关切矿业法修法的议题。那么特别是代表太鲁阁族的铁拉游道委员，经过和铁拉委员事先的沟通，我们愿意调整我们的议程，充分的听取大家对矿业法的以及资纲同意权的意见。那么议题很多，这代表了族人朋友对历史正义跟转型正义的正视，所以我们把握这个对话的机会，把相关的议题我们一起来把它往前推进。所以我们就开始今天的会议，谢谢大家，谢谢。